微博之夜要换王后了，肖战和杨紫能否让位？微博之夜是由新浪微博主办的盛大年度颁奖盛典。首届微博之夜于2010年举办，至今已成功举办数届。2019年的微博之夜，肖战和杨紫因共同拍摄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受邀领奖。当时杨紫非常激动，因为她获得了最具影响力女演员奖。她在致辞中感谢了家人和观众，也表达了对肖战的感激之情。随后，肖战也上台领了最具影响力男歌手奖，对杨紫的话热情回应。他说：“我们是因为一部作品认识的，杨紫姐姐是我的学姐，拍戏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很感谢她。”两人的互动让气氛十分热烈，圈粉不少，关注并讨论。2023年的微博天王天后投票已经正式开始，但是肖战和杨紫赢了这么多次，是时候改变了。根据最新声明，网络投票结果与最终评选结果不存在正相关关系。简单来说，2023年微博王和王后更替可能是1995后的新生代。参考谁是专家评审的结果，谁才是微博的王者与王后。但从数据来看，王者属于肖战，王者属于杨紫，王一博和迪丽热巴在数据上基本排在第2位。从各种爆料来看，应该是不想让肖战和杨紫继续化妆了。我个人也有同感，毕竟是百花齐放的春天。这两个人的话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估计杨紫和肖战都不想接，毕竟他们是从数据上一路领先，其他玩家连抢先的意愿都没有。整个投票过程中，还在保持数据的明星只剩下不到10位，但是和肖战、杨紫的差距越来越大。所以，我个人觉得，今年的微博王后大概率会被王一博和热巴取代。当然，数据肯定是不如肖战和杨紫，但综合考虑还是换吧。人们02，肖战虽然圈子不错，但是也不能一味排斥其他明星。肖战的粉丝群体凝聚力很强，可以通过共同的追星爱好和感情纽带团结在一起。不过，这类粉丝团也需要注意，不要过度排斥其他明星，影响自己的形象和粉丝团的口碑。首先，排除其他明星会让你看起来狭隘和封闭。现代社会多元包容，不宜对其他明星和粉丝采取过于排外的态度，同样不利于自身粉丝群体形象的树立和发展。其次，一味排斥其他明星也会导致社会不公和不稳定。排斥其他明星和粉丝，会引起大众对粉丝群体的质疑和不满，甚至会失去一部分自己的粉丝。因此，虽然肖战的粉丝群体非常有凝聚力，但也需要注意不要过多排斥其他明星和粉丝，保持开放、多元、包容的态度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粉丝群，更好地追逐自己的追星梦。微博之夜脱水，八字势均力敌，王一博1时1出局，肖战人气分流。除了微博之夜，目前没有其他重大事件受到关注。很多热播剧和定档剧都没有在这段时间分流流量，你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？也有不少网友吐槽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含金量的活动，就是为了收割一波艺人流量和 KPI， 确实如此。不过，对于一些通过露面吸粉的艺人来说，一次露面就等于一部剧的热度。如果他们在红毯上表现出色，他们的颜值很快就会被这个名利场记住。因为吃瓜群众无法拒绝好东西，不管是美女还是帅哥，而微博之夜就是这样的活动。笔者就是想看看盐巴热巴的红毯，颜值从不出错的杨颖红毯。就算被吐槽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关注度。受邀参加的艺人，基本上邀请了半个娱乐圈当红的艺人。不过，盛典还没有开始，就因为几张门票，就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。最重要的是，微博作为盛典的承办方，对于组织这次活动也是非常认真的。先是一个作弊的周深粉丝突然挂了电话，一改之前的印象，因为大张旗鼓不是什么秘密，但是这次被挂出来的参赛者，面对同样的规则，选择了投机取巧的掩耳盗铃，竟然如此暴露的时候很痛苦。当然，我也看到被取消资格的网友质疑临时修改规则，所以取消了。但是整个网络的规则是相同的，
这件事不管粉丝是对是错，就像他不服一样，闹得沸沸扬扬的从来都不是他一个人。主办方借票收割流量，除了散票，还有艺人官方粉丝团活动和 XX 一起去微博之夜。这个话题的主要参与者是粉丝团，持续3天的活动，顶将根据互动量等规则抽取15名，最多可获得6张入场券。刚刚主办方公布了最终结果，这个结果本来是没有争议的，值得讨论的。值得讨论的点竟然是主办方的排水数据，也就是脱水数据。最终的获奖名单和网友的话题统计都不是一般的多，倒吊的还有好几位重量级人物。既然门票问题这么受关注，就有热心网友提前整理的小表格，按照话题阅读量排名分别是肖战、蔡徐坤、迪丽热巴、王鹤棣、王一博、王俊凯、易烊千玺、刘雨昕、王源、刘宇、杨紫、龚俊、杨幂、周深等人。注：此处数据若按讨论数和原创数计算，肖战排名第一，但如果阅读量排名第一，那应该是王一博，话题量超过11.5亿。读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最终的获奖名单与网友统计的大相径庭，分别是肖战、蔡徐坤、王鹤棣、迪丽热巴、杨紫、龚俊、刘宇、刘雨昕、刘宇宁、宋亚轩、杨幂、易烊千玺、虞书欣、赞多、周深。最后的结果令人惊讶，作为后起之秀，95花虞书欣和95王鹤棣这次获得了比较靠前的名次。虽然只是1张入场券，但他们也通过下水看到了真实的情况。不管是官宣还是空瓶子，都离不开迪丽热巴和杨紫。最终数据势均力敌，获得了3个名额，但话题量却比杨紫、迪丽热巴的获奖名单还要压一个头。选秀中还有很多偶像没有进入小形式，却最终进入了获奖名单。看来粉丝和流量都被低估了。不过，王源、王俊凯、王一博不在这份最终名单中。前2个是红和半边天春晚的常客，后来成为天花板的 TFBOYS 成员，具体原因不详。后者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顶级艺人，却以10亿的数据出局，引得网友侧目，到底抽了多少水？要知道10亿阅读量仅次于肖战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就看到有粉丝拿这个数据当点炫耀，甚至超越了超级顶级的肖战，下一秒就直接被淘汰了。这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对问题进行审查。阅读量只是参考之一，还有参与活动的原创帖数。注意，是原创的。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引起肖战注意的是，在这件事的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对于主办方和官方粉丝团发起的活动，主持话题和发帖的主要力量是粉丝团。正如肖战粉丝所见，他们在各个有票的地方争抢名额。陈情令的 CP 粉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在做不要脸的事情，在肖战面前制造王一博的话题，为前者做数据。幸运的是，主办方作弊，没有资格参加。否则，肖战的热情直接转移给 CP 粉不说，甚至让粉丝误导话题，直接给别人做嫁衣。粉丝们看到都不得不摇头。陈情令开播快4年了，肖战依然依恋其中，无法独行。现在明目张胆地盗用肖战的数据，毫无顾忌，令人心酸落泪。因为门票不对外开放，看来这些散票非常珍贵。看到八卦中黄牛手中的票价，着实让人望而生畏。周杰伦和陈奕迅个人演唱会前排门票已经炒到近3万元。且不说这只是一场拼盘派对，花这么高的价钱去见一群人，实在不划算。也有不少网友表示，这个活动背离了正能量的初衷，没有任何意义。说实话，这只是一场拼盘派对，一个活动至少让整个内部的娱乐活动都活跃起来，这并不是坏事。